我为了报复，捅了小秘书5刀，欣赏着发疯尖叫的小秘书，像是艺术。结果陆晨只是甩给我一张离婚协议，冷声：“你不过就是我陆家的狗，既然你要疯，那就滚。”直到5年后，我替父亲出席晚会，见到了陆晨小秘书。小秘书红酒泼在我身上，我当这是谁？原来是陆家不要的。我反手抓起香槟砸在小秘书头上，5年都教不会你当人，今天我就教教你。我看着叶云舒5年后的变化，举起碎片狠狠朝着叶云舒小腹刺下去。只是我还没刺到叶云舒的肚子，手腕就被人突然拽住。我用力拽住碎片，感受着碎片刺入我掌心，碎片狠狠刺入陆晨胳膊，鲜血飞溅，模糊我视线，现场彻底混乱。我听着耳旁传来无数尖叫声和有人大喊着保安的声音，还有人在窃窃私语议论：这女的谁呀？不要命，居然敢捅陆少！刚刚听叶小姐说5年前陆少不是赶走了一个陆家孤女，名义上的妻子。我靠，不会就是他吧？阿晨、夏之，你凭什么伤害阿晨？陆家养了你20年，就养出你这么一条白眼狼，你马上给阿晨道歉。养了5年，养出一条替你出头的狗，陆晨，你是不是挺有满足感的？夏之，我们之间5年前就结束了，我已经说过，我心里只有云舒，我不会爱上你，更不可能喜欢你。我不管这5年你在外面怎么过的，又是怎么搞到了这场晚宴的邀请函混进来，但是我都不可能再让你回到陆家，让你继续祸害云舒。夏之，本来今天我可以视而不见，当做你不存在，但你既然伤了云舒，就要付出代价。你选择自己来，还是我来？陆晨，你以为这个世界都是围着你转的吗？有本事你今天最好解决我，不然轮到我解决你的时候，你可别跪地求饶啊！哈哈哈。我不由想起5年前他也是这样，用大黄要挟我，跪在地上磕头认错。他把大黄关在铁笼，命人封住大黄的嘴，只要不肯求饶，刀锋就会毫不留情。划过大黄身体，我一身傲骨全部被敲碎，看着大黄痛不欲生，跪在地上求饶。陆晨，我哭着求着不要伤害大黄，我认错。我用力磕头，把头重重撞在地上。陆晨，你不过就是条被叶云舒玩在手里的狗。我一字一句，陆老爷子把陆家交到你手里，怕是都要从棺材里爬出来找你索命。毕竟陆家算是彻底完了，脖子被狠狠掐住，呼吸被掠夺，氧气也在逐渐流失。我对上路陈星红的眼睛，听着他阴狠到发疯的声音冲我说：夏之，你别以为我不敢弄死你，你不过就是陆家的狗。陆晨用力把我摔在地上，香槟的玻璃碎片全部刺入我皮肤，割裂出无数细小伤口，疼得我一个激灵。头发就被陆晨拽住，我要你跪，你就得跪；我要你死，你就得死。陆晨朝我勾起笑容，但今天我不是很想让你死了。毕竟陆晨拍了拍我的脸，这么好的玩物，怎么能随便死了呢？你说呢？我看着近在咫尺的陆晨，想起那天叶云舒发来视频给我，语气炫耀。我不过就是和阿晨说大黄吓人，阿晨就扒了大黄的皮呢。你说，下次我告诉阿晨，你其实也很吓人，阿晨会不会也扒了你的皮？好好笑，你名义上是陆氏夫人，其实连下人都不如呢。如今我对上陆晨表情喉头泛起一股腥甜，在陆晨又抬手拍打我脸的同时，我一口血痰吐到他脸上，看着他脸上短暂错愕到厌恶的恶心感，我笑了。是啊，陆晨，你怎么能死得这么快？我用着他语气也笑起来，毕竟这么好玩的游戏怎么能不玩到最后？我既然能够回来，就没想过要放过陆氏当年害死大黄的人，我要他们一一付出代价。大黄死相残忍，我怎么能够放过他？见我死鸭子嘴硬，陆晨突然就松开了我头发，擦掉脸上血痰。是啊，有些东西不慢慢折磨，怎么能够？既然回来了，陆晨看向我，那就好好玩。陆晨莫再看我，对保安下令，看住他，别让他跑。然后陆晨又恢复了温柔体贴，对上叶云舒，疼吧？他轻柔擦着叶云舒泪痕，我带你去包间。叶云舒哭倒在他怀里，有你我就不疼，有你在。叶云舒哭到哽咽，我就什么都不怕。我眼看着陆晨大横抱起叶云舒往外走，我跌坐在地上，身上细碎伤口疼得我直皱眉，周围那些狗仗人势的东西朝着我就开喷，也不知道哪里冒出的东西，居然敢伤陆少。陆少今天没要你半条命，都算是恩赐，赶紧滚吧。就是我之前就听说了，你不过就是陆老爷子从外面捡回来的孤女，人家陆老爷子养你一场，结果你还恩将仇报对付叶小姐，你不是活该被人赶出去。要说不说，有人笑着点开手机，当年那条狗的视频我现在还有保存呢。那人打开相册找到虐杀视频，其余人都在凑热闹说给我看看，我也想看看。大黄惨叫声传来，
我却像是被刺激，直接捡起地上碎片，拽着那人头发狠狠刺入他眼睛，尖叫钻入耳朵。我像是欣赏着艺术品，转头看见刚刚还朝着我指指点点的人纷纷噤了声。没人敢惹一个疯子，何况像我这种敢要陆家太子爷命的疯子，就连保安也不敢真的对我动手。我看着一群狗仗人势的东西，啐了一口血痰，扔下一具废物，就朝着陆晨方向去了。陆晨带着叶云舒来到包间，喊来了自己私人医生。医生仔细帮叶云舒检查伤口，叶云舒却哭着说：“别看我，看一下阿晨。”我真是没想到。叶云舒哽咽开口：“夏之5年后更疯，当年就不该心软。他现在出现在这里，肯定是放不下你。当初夏之爱你，爱到满城皆知，就只是因为你对我好一点点，他就当众给我难堪，还扇我耳光。”叶云舒擦掉眼泪：“阿晨，不要让他再破坏我们感情了，好不好？”陆晨坐在床头，握住叶云舒的手，轻声安抚着：“我不会，你放心。”对于我来说，陆晨轻斥出声：“夏之不过就是个玩具。”小时候觉得没趣，总是把他关在小黑屋里，用蛇虫鼠蚁吓唬，听着他哭觉得有趣。后来发现夏之每天在喂流浪狗，我就毒死了几只。他居然为了畜生和我动刀子。陆晨咬了咬牙，那狗死有余辜。我走到包间门口，就听见陆晨这话，想起当时陆晨用铁链拴住我整整3天，我被陆晨弄得遍体鳞伤。手机响起震动，我看着来电人，面色变得柔和：“你替岳父去了晚宴。”那人语气温柔：“听说前夫哥也在，怎么不等我？”我听着那人声音，没忍住埋怨：“我快被搞死了，在我被搞死之前，快来救我！”我挂了电话，听着叶云舒问他：“要是夏之还想和你在一起呢？”不等陆晨回答，我直接一脚踹开了门。对上叶云舒错愕的脸，陆晨直接护住叶云舒：“夏之，你还真够不要脸的。”追到这里来，陆晨好整以暇看着我：“怎么想回来做陆太太？你以为你是谁？”我拿起手上的刀，快速冲到陆晨面前，一刀刺入他腹部，冷笑看着他：“陆晨，下黄泉吧。”包间传来警报声。叶云舒用力推开我，大骂：“夏之，你他妈就是个疯子，你凭什么伤人？”叶云舒哭着看向陆晨：“阿晨，你要不要紧？”阿晨。陆晨却顾不上叶云舒的眼泪，笑着捂着自己腹部看向我：“夏之，你可真是好样的，捅了我，你以为他走向我，你还能活着离开这里？”陆晨一步步朝着我靠近：“天堂有路你不走。”他擦掉嘴角渗出来的血：“地狱无门，你偏要闯行啊！”陆晨捡起桌上剪刀：“夏之，那就看看我们谁命格更硬。”陆晨拿着剪刀就冲我过来，我毫无畏惧，抓着我的刀朝着陆晨冲过去，眼看就要两败俱伤。突然一道身影越过我，一脚踹在陆晨。陆晨被摔在地上，同时叶云舒也冲了过来，被我一刀捅在了当年位置。叶云舒尖叫一声，陆晨摔在地上质问：“你是谁？”我来不及反应，就被一个温暖怀抱裹住。那人声音还带着颤抖，像是害怕失去极为重要的宝贝：“谁准你一个人来这里？”秦霄看着我身上细碎伤口，心疼的眼眶发红：“谁伤的你？”他目光越过我，落在陆晨身上：“是你。”秦霄捡起地上剪刀：“你伤了他。”陆晨还没反应过来，只是看见秦霄抱着我，也顾不上伤，大骂：“你是谁？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”他毫无危险感知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陆晨冷笑一声：“怪不得他能出现在这种场合，是因为你是吧？你就是他这5年找的姘头。”陆晨擦掉嘴角鲜血：“那你肯定不知道他的过去吧？我告诉你，他从小就是我陆家的狗，小时候被我关在小黑屋里，只能吃活蛇生存的时候，那叫一个恶心。”陆晨越说越起劲：“还有啊，和我结婚那几年被我绑在床上。”不等陆晨说完，秦霄突然就发了狠，一剪刀刺在陆晨大腿根部，陆晨惨叫出声。保安全部涌入包间，把整个包间团团围住。叶云舒开始惊慌到不敢出声，在看见保安以后大喊：“快抓住他们，就是这2个疯子伤了阿晨和我。”叶云舒下令：“谁要是给我废了他们，我赏100万。”陆晨看保安来了，也一改狼狈，变得得意：“就算你是夏之姘头又怎么样？”陆晨笑：“就算你帮着夏之混进来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这里是陆家的天下。”陆晨冷眼看向我：“夏之，你要是不想你姘头变得跟大黄一样，我告诉你，你就现在过来给我磕头认错。”我不紧不慢走到陆晨面前：“要我求你啊！”陆晨就以为我真的在服软，他眼底闪过我从未见过的光芒，晃得我心头焦躁。“夏之，你果然还是识相。”他抬起头：“你承认吧，你就是爱我，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，你果然还是爱我的。”
的，哪怕你装作不在意，做出这些事情不就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吗？我承认。陆晨一板一眼告诉我，你在我心里这些年也不是毫无重量，只要你以后对云舒客客气气，我也不是不可以容下你。阿晨叶云舒马上抽泣，你说过我们之间不会有第三者，你也不会让他继续干扰我们的生活。叶云舒哭得我见犹怜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又要让他再伤害我一次吗？叶云舒哭得陆晨好心疼，他轻声安抚着叶云舒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他不敢。等我们新婚之夜，陆晨恶趣味看向我，就让夏芝跪在床头给我们助兴。陆晨还以为自己在这里是一言堂，却没发现他吩咐的保安没有一个听从他的命令，就连一开始维护他的那些面孔，现在聚在包间门外，也不敢议论我和秦霄。所有人都知道，今天这场宴会真正的主人姓秦，却独独没有人见过秦家这个向来低调的主。想必秦霄来之前就已经给了这些人教训，才让这些一直帮着陆晨叫嚣的狗腿子统统闭了嘴。如今我欣赏着陆晨的自以为是，好心提醒陆晨幻想够了。陆晨冷笑看向我，我又抬了抬下巴，要是够了，我勾了勾小拇指。保镖队长走过来，我指着陆晨，当年他撬了大黄全部指甲，我要看到他遭受大黄一样的痛。保镖队长朝着我点头，恭敬说是。陆晨这才回过神，指着保镖队长大骂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就听他。保镖队长已经带着人走向陆晨，陆晨还在骂，你们是不是疯了？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叶云舒也跟着陆晨一起叫嚣，我们可是陆氏的人，他更是陆氏如今执行人，你们不想活了，居然听一个陆家叛徒的话。眼看着保镖队长已经带着人抓住了陆晨和叶云舒，陆晨还在吼，放开我，你们会后悔的，你们放开我。保镖拿着工具走向陆晨的时候，我终于从陆晨自信的脸上看见了惊恐的龟裂，和他从来高高在上的嘴脸成了鲜明对比。我欣赏着陆晨表情，听着叶云舒质问，夏芝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叶云舒指着秦霄又说，他到底是谁？他是谁？我笑了。我走到秦霄身边，温柔替他擦掉脸上的血，看着他乖顺低头让我擦脸动作，心头还是会软。他是我未婚夫啊！我看着秦霄，听到未婚夫，眼底马上亮出的光，笑。忘了介绍一下，我挽上秦霄胳膊，这是我未婚夫秦霄，这场宴会的主人。听到秦霄名字，陆晨和叶云舒露出同款不可置信，陆晨更是发狠大喊，不可能，你一个被我玩烂的破鞋，怎么可能傍上秦家？秦家是什么身份？你一个孤女。陆晨不可置信，你一个孤女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指甲被活生生掰断。我看着陆晨整个人不可抑制的颤抖，面色彻底白下来。想起视频里大黄被掰断全部指甲，却连叫喊声也没，只因为大黄嘴巴被陆晨下令封住。他觉得大黄叫声太吵，就拔掉了大黄牙齿，一针一线缝住了大黄嘴巴。看着大黄鲜血淋漓，还不忘一脚踹在大黄身上骂一句，废。是陆老爷子跪在我面前说会照顾好我女儿，就是让你们这么照顾。当年父亲因为躲风头，迫不得已要和我分开。是陆老爷子跪在父亲面前，再三保证一定会照顾好我，一定不会让我受委屈，父亲才眷恋不舍，把我交到了陆家。陆老爷子来了，他问我，你真和陆晨过不下去？他眼神冷冽，不允许我说谎。我点头，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一个自由身心。后来陆晨给了我离婚协议，他掐住我脖子问我，到底你给老爷子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老爷子居然肯放过你？可没人知道，父亲离开以后，只留下一个大黄和我相依为命的大黄。我为了大黄什么都忍了，他们却没有放过大黄。如今我看着陆晨见到父亲以后，刚刚还在发狠的脸变得灰白，他声音都变得哆嗦。夏芝是您的女儿。陆晨怎么会不知道我父亲？陆老爷子每天训诫里都有我父亲影子，他崇拜我父亲，也畏惧我父亲，耳濡目染里形成了对我父亲天然的畏惧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陆晨喃喃自语。老爷子说了，夏芝只是捡回来的孤女，是个孤儿，怎么会？陆晨发疯一样冲着我大吼，夏芝是你对不对？你故意的，你故意找来演员整容成夏老爷子的样子，你知道我怕夏老爷子，就故意让演员来吓唬他，把我关进小黑屋，往小黑屋里扔蛇虫鼠蚁，让我和那些令人作呕的东西共处一室，不给我饭吃，逼迫我想活下去就只能吃那些东西。那些日子我怎么会忘？我笑看着陆晨，你是不是忘了我进陆家那天
天陆老爷子说了什么？陆老爷子带着我回去那天，告诉陆晨，以后夏芝就是你的妹妹，你要竭力全力保护她，不然她家人回来，你有的好果子吃。所以我看着陆晨，我家人回来了啊，陆晨，我轻笑一声，这回轮到你了，没人要的可怜虫。我招了招手，保镖依次拔掉了陆晨全部指甲。秦霄更是走到陆晨面前，告诉他感谢前夫哥不珍惜之恩，才让我有了可趁之机。秦霄恶劣一笑，芝芝的好，你不需要知道，我知道就行了。至于你，既然我回国，秦霄轻飘飘一句，肯定是不要陆氏好过的。陆晨跟着叶云舒一起被扔出去那天，我强势夺走了陆氏全部资源，秦家更是放话，谁敢帮陆家就是和秦家夏家作对，父亲更是一力支持我到底。陆家老宅被收走那天，陆晨找到我，已经没有了当时的意气风发，他手上缠着绷带，目光死死盯着我。夏芝，和我谈谈。我和陆晨保持着距离，并没有要和他废话的意思，转头就走。夏芝，他喊住我，如果你不和我谈，你会后悔。我脚步未停，继续往前走，他却快步走上来，被我保镖拦住。他大喊着我名字，夏芝，你难道要看大黄被挫骨扬灰？我脚步停住，他自知拿捏住大黄被葬在哪里。你难道不想知道？陆晨循循善诱，只要你和我好好谈谈，我就告诉你，不然，他威胁道，我就把大黄挖出来，挫骨扬灰。大黄被剥皮那天，叶云舒找到我，夏芝，你不是最爱你的狗吗？我当时正在浇花，我无心去管陆晨那点破事，也懒得搭理叶云舒。叶云舒又说，你的狗啊，他见我不搭理，直接点开视频，死了。你看看这是什么？我听着视频里的惨叫声，手上水壶掉落，水渍溅了我一脚。我麻木转头，看着叶云舒从包里拿出一张带血的皮，是大黄的皮，这是阿晨说要留给我做钱包的。我倒是听过很多皮做包啊围巾，狗的还真没有。鲜血已经干涸，殷红的色彩变得发黑发紫。我看着那张皮，目眦欲裂，就要冲上去，却被陆晨安排的保镖按住，狠狠摔在泥土里，脸贴着泥地。我看着叶云舒笑脸盈盈，气不气？是不是很气？我告诉你，夏芝，今天是你的狗，明天就可能是你了，你不知道吧？叶云舒走近，我说狗吓到我不喜欢。阿晨就虐了他一整个晚上。你昨天睡得那么安稳，你的狗就在你房间门口被宰，你不觉得你喝的牛奶有问题吗？后来我确实差点杀了他，可惜陆晨来了，我和陆晨很难心平气和坐在一起，只是坐在一起，呼吸着同一环境下的空气，也令我作呕。我看着陆晨近乎贪婪盯着我的脸，就事论事。大黄葬在哪里？我声音打断了陆晨目光。他自嘲一笑，你还真是在乎那条狗。夏芝，陆晨看向我，其实真的从没有真的讨厌过你。他一改常态，反而让我摸不准意思。最初你来陆家，我是高兴的。他眼神落在我身上，逐渐怀念一个香香软软的小妹妹，我是欢喜。但是后来你光芒太重，你的阴影笼罩在我身上，你越来越优秀，就显得我越来越无用。老爷子变本加厉的责罚让我心生怨怼，我不敢对老爷子怎么样，只好报复在更年幼的你身上。老爷子其实找我谈过，他说，陆晨，你喜欢芝芝吧？既然喜欢，就不要继续针锋相对了，别等到失去后悔，我咬死了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你，哪怕全世界女人死光都不会。可老爷子给我们定下婚事，我是欢喜。阿芝，只有你是我的解药啊！芝芝，陆晨突然就要握住我的手，却被我直接拍开。我像是被什么脏东西碰到，抽出湿巾擦了擦手，又问了一遍：大黄在哪里？你是不是失手杀了老爷子？我不清楚，想必警察会调查清楚。我又点了点屏幕，至于警察怎么调查，我这里也是可以出具当时监控的。一直躲在角落里偷听的叶云舒到底沉不住气，冲了出来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一无所有了，还要拉着我下水？叶云舒气急败坏，就要冲陆晨打过去，却被陆晨更快反应过来，一巴掌扇在了脸上。贱人，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杀了大黄？我看着这出闹剧，心里无波无澜，反手喊来保镖，把他们送入派出所，顺带送上全部证据。我不管以后，我至少要亲自看他们伏法。陆晨和叶云舒被判刑那天，秦霄抱着骨灰盒走到我面前，大黄在这里，他满眼心疼，我们一起和大黄道别吧。我点点头，抱着怀里沉甸甸的大黄，还是忍不住眼眶泛酸。大黄来生不要做我的狗。